如果我告訴你，有一家馬股公司，股價大概3塊錢，但券商把它拆開來算，單單是他手裡的綠能資產就值4塊07分，你第一反應肯定是，哇，市場是不是睡着了？這種好事我怎麼沒有早一點發現？而且這個資產不是什麼 AI 概念，也不是老板站在台上跟你畫大餅，它只是一座已經在老撾發電，已經在天天收美金，而且特许經营權直接簽到2049年的水電站，聽起來就是一台穩穩收錢的現金牛，对不对？但等一下，同一家公司賬上還掛着一個叫 Edener 的50%合營公司，僅僅在2026年第一季度 Edener 就虧掉了整整50 million， 它在 MFCB 賬面上的價值也縮水到只剩下75 million 了。虧損還不是最要命的，最關鍵的數字在這兒。MFCB 作為擔保人，幫這些合資和聯營公司做出的企業擔保，現在已經累積到了515 million， 也就是 5.15 億令吉。這不是說 MFCB 明天一定要賠這筆錢，重點是市場會擔心，萬一對方真的還不起，擔保會不會從紙上風險變成母公司的真錢壓力？所以今天我們不是問 MFCB 的 PE 到底低不低，我們要問的真正問題是，市场现在给它低估值，到底是在錯殺現金流穩定的公司，還是早就看穿它身邊有一顆 5.15 億令吉的未爆彈？所以先在股價上打個折，留個退路。這兩個數字就是我們整支影片的股價。4塊07的水壩價值和 5.15 億令吉的潛在擔保風險，情況比你以為的複雜多了。很多人第一次看 MFCB 會被它唬住，表面上看它有綠能，有包裝，有資源開發，有房地產，甚至還有食品安全業務 ，patent 多過 badminton。但是各位，我們買股票不是吃自助餐，不是說一家公司包山包海，我們就有安全感了。把那些花裡胡哨的名堂拆掉，我們真正要問的只有3個問題：誰在賺錢？誰在制造風險？誰在決定股價？答案其實很直接。MFCB 真正的命脈只有一個，那就是綠能。而綠能裡面真正的現金牛，就是那座老撾的 Dong Sihang 水電站。FY 2025的數據，3大部門加起來 Normalized Profit Before Tax 大概 514.5 million， 其中綠能一個部門就貢獻了 464.5 million， 3個部門一起拔河，結果只有綠能一個人在出力。至於包裝和資源業務，不是說他們沒有價值，但目前來講，他們就是個配角。這就像你的錢包裡塞了10張卡，結果真正能刷出錢來的只有那一張。所以 MFCB 不是那種一看就風險分散的多元化集团，它更像是一座老撾水電站，外面套着幾件制造業外衣，旁邊還放着一顆叫 Edener 的未爆彈。有價值，但不乾淨。我們先講好的一面， Dong Sihang 水電站為什麼值得我們花時間研究？第一，它不是先講故事，再找錢，最後發現麵粉還沒買的那種公司。Dong Sihang 是一座325兆瓦正在運轉的水電站，水在流，電在賣，錢在進賬，這是已經證明的現金流，不是一個未來的願景。第二，特許經營權直接簽到了2049年，不是賺一波就跑，這叫細水長流。第三，它有照付不易的合約安排。簡單講，在合約範圍內，老撾國家電力局有最低購買或付款義務，發了電，對方就得付錢，收入相對可以預測。但我要說的準確一點，照付不易不是包賺，更不是護身符。水量、機器狀態、老撾電力局的付款能力、國家風險，這些都還在。還有就是水電站的另一個優點是賺錢邏輯簡單。做製造業，你每天要煩原材料起價，煩同行打價格戰。水電站建好之後，關鍵就是水夠不夠，機器有沒有壞。它不是沒有風險，只是種類比製造業少很多，至少不用每天被市場拳打腳踢。最後，它賺的是美金，這是雙面刃。美金強，換回馬幣比較好看；美金弱，財報數字就會比較難看。所以Dong Sihang的確是一座高質量的現金流資產。可是問題來了，市場也不是傻子，大家都看到它賺錢，為什麼還是不肯給它高估值？是啊，既然水壩這麼穩，為什麼市場不給它15倍、20倍的 PE？ 原因很簡單，因為這座水壩建在老撾，在老撾做生意跟在馬來西亞做生意，資本市場的眼光是不同的。原因很現實，聽我快快說完。老撾國家風險是真實存在的，政策會不會變，資金能不能拿回來，老撾電力局準不準時付款，這些問題在馬來西亞本地 utility 公司根本不用擔心，但在老撾都是變量。
然後是利潤集中的問題。現金牛很美，但如果全家收入都靠這一頭牛，牛一旦出問題，全公司上下都要跟着喝粥。這不是在唱衰，是單一資產在資本市場本來就應該有的折價。匯率風險也是一樣，水壩賺的是美金，但報表算的是馬幣。美金弱的時候，水壩24小時滿負荷賺，換回馬幣那一刻，匯率還是會給你一巴掌，錢還是那麼多，只是數字變難看了。還有就是稅的問題，從2026年開始，水電站大壩賺的利潤要給老撾政府交 5% 的所得稅了，在這之前，它可是全免稅的。這絕對不是什麼偶爾扣一次的小費用，而是以後每年的常態，利潤要被硬生生抽走一筆。所以大家發現了嗎？市場看到的是，這是一頭很強壯的現金牛，但它絕對不是一頭零風險的現金牛。然後我們就要來講全公司最讓人頭痛的地方 ，Erdner 這個持股 50% 的合營公司，最好算的其實是虧損。Erdner 在賬面上的價值已經從102 million 跌到75 million，2026 第一季度單季就虧了50 million。如果只是這部分，市場可以算，最壞就是全部 impairment 掉，痛一次，但起碼心裡有個底。真正讓機構投資者不敢買進的，是財報角落裡那行字，企業擔保515 million， 這個數字才是真正的懸疑所在。我打個比方，這就像你跟你朋友合夥開了一家店，現在店倒閉了，你投進去的本金虧光了，這已經很痛了，對不对？但最要命的是，當年借錢的時候，你傻傻的簽了個人擔保，現在朋友跑路了，銀行拿着515 million 的欠條，直接來敲你家的大門。這才是 Erdner 真正讓市場睡不着的地方，不是賬面虧損，是那個還沒有定數的擔保，最終會以什麼方式收場。Public Invest 提到，司法管理結果最快可能在2026年8月更清楚，所以這不是遠方的雷，這是就在門口的雷。市場可以接受你做生意虧錢，但市場極度討厭這種算不到底，隨時可能引爆母公司的未爆彈。講難聽一點，不是虧多少，是這個坑還有多深。所以看 MFCB 這家公司，千萬不能只看 PE。很多人看到 PE 低，第一反應就是哇，好便宜哦，快抄底。等一下，低 PE 有2種，一種是市場眼瞎錯殺了，另一種是市場早就看到地雷，提前幫風險打了折。看 MFCB 可以用分類加總估值法，也就是把公司一塊一塊拆開看，道理就是把它像漢堡一樣拆開來看，牛肉值多少， cheese 值多少，醬料值多少。根据投行的計算，單單是绿能資產就值4.07塊，已經高過它現在的股價了。加上資源、包裝、房地產等業務全部加起來，合理價值應該在 4.95 左右。是不是覺得真香啊？不要急，算出 4.95 之後，市场在實際掏錢買的時候會開始扣分。老撾國家風險扣1點，老撾電力局付款風險扣1點，匯率吃虧扣1點。Erdner那個5.15億令吉的企業擔保，可能再狠狠扣一大筆。所以，只看 DPE， 你會覺得它便宜到笑；只看 ADR 的雷，你會覺得它危險到哭。更完整的問法是：水壩賺回來的現金，夠不夠蓋過那顆未爆彈？不是便宜不便宜，是便宜的理由，你接不接受？如果你手上有這只股票，或者正在研究它，接下來半年到1年，別只看股價每天上上下下。真正要盯的是這幾個東西。第一 ，Erdner 的結果，這是目前最大的 overhang， 有沒有人願意接手？如果真的賣掉，價格會不會太難看？這 5.15 億令吉的企業擔保會不會牽連母公司？只要這個炸彈的警報解除，哪怕只是帶一點虧損切割掉，市場信心都有機會回來，估值也有機會重估。反過來，如果擔保金額繼續變大，那未爆彈不是拆掉，是給你更大的。第二就是看水壩，盯着它的發電量和開工率，水夠不夠多，機器穩不穩。這可不是開玩笑的，因為這座水壩是整個集團最粗的救命稻草。第三，新太陽能項目的實際貢獻，公司說第2和第3季度會有 62.4 MWP 新 Solar 投產，綠能的 portfolio 從 359.8 MWP 升到 422.2 MWP， 這是加分項。但太陽會曬，不代表錢會自動掉進你口袋。我們還要看它的實際發電效率，電費賣得夠不夠貴，還有當初借錢蓋太陽能板的利息成本，真正能貢獻多少利潤。別急着畫大餅，等季報出來看數字最準。第四，
看 management 怎麼用錢。公司說今年最少給13%的 dividend， 這是好事。另外，老挝和柬埔寨項目的 IRR 預期 14%到 15% 是值得期待的方向。但如果為了追增長，跑去做 5% 到 7% IRR 的本地 solar， 那就是拿股東的錢去證明自己有在忙。錢賺回來很難，花出去很快。管理層如果手癢，股東就要心痛。最後總結一下我怎麼看 MFCB， 我不會簡單的喊它好便宜快買，也不會危言聳聽叫你快跑。更準確的說法是 MFCB 是一間帶有條件低估的公司。條件是什麼？只要老挝水壩繼續穩定印鈔，只要 Edener 的 5.15 億令吉企業擔保不要變成真正的現金賠償，只要管理層不亂砸錢，美金不要繼續拖累報表。在這些條件成立的前提下，它現在的確是被市場打折打得有點重了。但萬一 Edener 那個 5.15 億令吉企業擔保真的出事呢？那它現在的 DPE 就不是大減價的促銷貼紙，而是市場早就貼在門口的 warning label， 只是我們自己沒有看清楚。MFCB 最迷人也是最危險的地方，就在於它同時把穩穩的現金流和高風險未爆彈綁在了一起。這不是買入建議，也不是賣出建議，這是一個估值問題，也是一個風險定價問題。最後，我想問問你們，你覺得 MFCB 現在的低股價是散戶撿漏的餡餅，還是莊家留下的陷阱？如果是你，你會為了老挝那座水壩去承擔 Edener 的風險嗎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真實想法。投資最怕的不是踩到地雷，最怕的是你以為自己撿到了便宜，結果卻是站在地雷上面大談價值投資。這是我答應觀眾接下來研究 D 公司，我們下期見。